这些3800公尺，一路陡上，到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一路往上，到了小康泰 Pass， 然后才开始往下。这边高度上来了，地面有些结冰，整个戴上痛苦面具。从雪山一路下到丛林，所以呢，总共花了10个小时40分钟才到今天的住宿。Day 3，昨天睡得很好。这个地方海拔比较低一点，然后没那么冷，所以我们睡得比较好。我们今天会进入到丛林地形，总公里数是差不多26公里，可能会蛮辛苦的，但是不会有那种大上坡，而且海拔没有那么高，所以身体上可能不会那么痛苦。只是说比较长途跋涉而已。这几天我都是洋葱式穿法，外面穿一件防风外套，里面穿一件很薄的羽绒衣，最里面我穿一件排汗衣。我们这几天都是每天都看日出，很早起，所以呢早上的时候会爆冷，然后就把全部的衣服都穿上去，然后戴上毛帽。这个面罩真的很好用，来这里一定要戴着。冷的时候防寒，灰尘很大的路段可以保护一下你的呼吸道。裤子的方面，我就是穿一件登山裤而已。然后昨天比较冷的时候，我里面穿了一条 leggings， 袜子部分穿了一双羊毛袜。到了丛林地形一定会热，所以我的短袖有带着。我们开始进入丛林地形，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植物和花。这里有一个可爱的小红花，相当的陡，但是还行，有这个登山杖，下坡都算安全。这路中间有一个小地下泉。我们现在沿着河谷一路往下。那边有冒气，看到吗？哦，哇！这个地方可以看到2条河流汇流在一起。很原始的桥，木头和石头搭建。这边有一个瀑布，好凉爽哦。这里开始有蕨类了，大片大片的蕨类，地面也比较潮湿。看得出这是热带雨林才会有的植物啦。我们已经下到跟河流平行了，进到阴凉处很舒服，凉凉的。这下面就滑下去了。路况还可以，夏天是他们的干季，这些道路的路况还可以，但我觉得在他们的夏季雨季的时候，有可能有些路段会崩塌。我们到了一个休息的地方，这边有卖他们当地的百香果。Hola, passion fruit. Oh, wow, okay. Muchas gracias. Gracias. Hey, cheers. Grenadilla 他们的 passion fruit， 完全不酸，它是一个甜甜淡淡的味道，没有什么太浓的味道。
放山鸡 ，Hello， 你看这就知道是遗传谁了。休息完吃完他们的百香果之后，我们继续上路。这一段路还蛮平缓的，就像郊游一样。之前我只要爬一些比较陡一点的山就喘得不行。自从跟王先生一起喜欢上户外之后，我们就是偶尔会去爬山。直到这一次决定报名了这个 Salcantay Trek 之后，我就开始进行3个月的训练，一周去健身房至少5次，周末去走家里附近的 trail， 感觉训练成效还可以。目前来说，真的是第2天比较累，主要是这个爬坡加上它的海拔非常的高，就会比较辛苦。成果之后，其实觉得自己做到了，还可以。在排队等过桥。Scary， 很晃，好可怕哦！下面的水好清澈，是一个淡蓝绿色的样子。又是上坡，我们从林子穿出来了。到了马路上，我们要走25分钟的普通道路。我鞋子不是防水的。叮叮。走完普通道路25分钟之后，我们要上车了。Yes。我们坐了25分钟的车，来到这个体验咖啡的地方。这个是生的咖啡豆，这是已经去壳的。Anaya. Yeah. Just real friendly, like. 好香啊！ So I can't miss the smell. 是刚刚我们自己烤的，然后做出来的咖啡，是比较偏酸的口味。刚刚品尝完咖啡，然后坐了一段车，我们来到我们的午餐的地方。上面还有一个水晶灯，这里面好大哦。今天的午餐也很漂亮，很精致。这几天的每一餐都好好吃哦，看得出来他们的食材都很 organic， 然后很新鲜，调味也不是太复杂，但是就吃得出食物的原味。吃完饭，我们坐车1个小时，然后才开始继续徒步。我们下车了，其实这里还没有到，很多人都在下车，是因为这边路崩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走一段，然后呢，再接另外一台车。好难想象哦，就像崩塌了。感觉这些是村民们，如果想要搭车，就得徒步一段，然后呢，车子都在这边。好可怕哦 ！Oh no！That's
That's not good. I don't like that. 哦，我掉了几颗石头下来。反而好可怕、哦。这是山崩啊，这叫什么土石流？山崩。山崩。OK。尽快离开这个山崩。You get all that on film? I did. Chaos. Chaos. Right, right. Chaos is good for views. Good for views. You know, That could be the start to your video. if I die, Landslide, I- almost If you killed. die, you'll Yeah. be so famous. 尽快离开山崩的地方，感觉这个山崩是很新的。我们在这边等下一班车。桥的另外一端来了一台车来接我们。Honestly, it worked out. Checkpoint。我们要开始徒步了。我们是徒步团，所以沿着铁道走。哇！刚刚在山崩的地方，真的是经历了生死一瞬间的感觉。Always pay attention on the trains, just in case of. 2小时， And rock slides. 从现在开始走2个小时。这牌子写着 Aguas Calientes， 我们徒步的人就走这里。火车到时候搞不好会经过哦，有时候不得已得要走一下铁道。That's scary。哦，其实旁边有路。Cloud Forest， 有种神秘感。看了狗逼，到处都可以看到狗。这个风景。火车来啦！这蓝天好蓝哦。More? Yeah. Oh. Hello， Name is Misty. Misty。 Yeah. 如果你的水袋不够，沿途都有一些小店。铁路之旅就这样结束了，我们开始走下面的路了。下面是公路，纯公路。是有步道的，其实这部分已经规划得很好了。那应该就是热水镇了。这是一个很干净的城市。我们到了 Aguas Calientes 热水镇。Aguas Calientes. Awesome. 我们走了2个小时25分钟，走到脚底板的水泡破了。今天的住宿啊，今天住饭店了，有毛巾，有热水澡。这是我们今天吃晚餐的地方，可以点餐。这个是鱼，这是牛肉。Thank you。
他们都很认真摆盘。我们吃完晚餐啦，这会是我们跟团员的最后一顿晚餐。夜晚的热水镇很热闹。现在回饭店睡觉，明天我们就是马丘比丘了。马丘比丘见。现在天刚微微亮，我们现在坐上车要准备上到马丘比丘。我们这一次是参观 Circle 2。这一条是真正的 Inca Trail。 By 8 Incan trails like this. Machu Picchu， 我们到了。这4天就是为了这个景。这里就是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的马丘比丘，它位于安第斯山脉上，海拔2430公尺，建于15世纪。早上看到的时候，它被山里的云雾覆盖，真的是天空之城马丘比丘。解锁马丘比丘。抵达这次徒步的终点马丘比丘之后，我才发现这段旅程让我最难忘的不是目的地，而是前3天和大家一起徒步的过程。那些用双脚踏过的路、翻过的雪山、看到的美景、经历的冒险，这让我体会到，让一段旅程有重量的不是终点，而是过程。谢谢各位的观看，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我和爸爸在秘鲁的影片哦，下集见。